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进击的双截龙》。这款游戏是一个 Open World 引擎的同人游戏，制作的非常精良。招式方面非常的多，包括跑动攻击、旋风腿、勾拳、铁膝盖，还有空中的急降攻击、倒地追击都有。游戏当中给大家一一的演示。剧情方面使用的是1代的剧情，也就是玛利亚被抓走了。游戏当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无限连击，但这个连击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的。打这些小兵用拳和脚，如果你不出最后的终结技的话，你是可以无限的追打的。但是要注意2点，第一点呢，就是像阿波波这种角色，他的Y 轴的攻击范围比咱们要广，所以说你不能从 Y 轴来接近阿波波，你只能从正面跑动的接近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这里边有一个敌人，第2关的 BOSS， 那个 BOSS 会防御，而且你跳起来攻击他，他会用高抬腿来把你踢下来 ，AI 非常的高，所以说这2点是这个游戏的主要的难度所在。游戏的流程并不算长，大概20分钟左右就能够通关。那一般来说呢，3拳然后踢2脚都不出最后一下。之所以这样打敌人，是因为本作的敌人真的是太抗打，像这些小兵啊，都要吃你个10几20下才能挂。甚至用铁膝盖顶个3、4下，他都没事儿。阿波波，好，咱们迅速的绕到他身后了，然后从正面接近。这个场景大家非常熟悉，这里直接就采用了 FC 版双截龙1代的背景。同屏的人数变多了，这里可以看见3个敌人，FC 版应该是做不到。FC 版应该最多是2。这个甩非常远。这个阿波波呢，对，咱们也要迅速的从正面接近他，你不能从Y轴接近，那样就会挨打。接近之后就可以粘住了。一会儿第2关 BOSS 那个难点到打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。那个敌人应该是整个这个游戏最难处理的。这样第1关过关了。第2关这个坑要好好的利用，因为这个敌人都太抗打了，咱们为了效率也要最好把他们都扔到坑里去，看看最后能坑几个。现在应该坑了2了，3个4个，坑神啊。倒地追打之后，敌人肯定会一个瘦身，而且大家应该发现了，敌方的移动速度感觉特别快，这个对你抓时机就有很高的要求了。是不是已经踢里边7个人了？9个了。来一个10全10美的，好，10个。扔里边11、12个。这2个也要下去。这个跑动攻击的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包括空中的急坠攻击也不错。下前脚的话是一个高抬腿，然后下前拳是一个勾拳这些技能都是可以连起来的，在空中对敌人进行追打。游戏的连续技可以自己进行组合。抓人的话可以打5下，就是抓住人之后普通膝盖2下，砸2下，然后再扔或者踢起来都可以。这个挂了。后肘
啊，我一个下前拳接了一个下前脚，但是啊，像这种技能打敌人都不疼不痒，小兵都十分的抗打。我的天，回合制吗？我打了他3下，他给我3下。好，这就是5下。啊，空中又追打了一个膝盖，这个打起来真的非常爽。哎 ，BOSS 出场的时候有一个对话，这样我出不了攻击啊，被敌方的小兵打了。对，他是会格挡的，而且他有旋风腿，非常的难对付，还有跳跃攻击。啊，会抓人，而且他这个抓人类似于一个指令头，所以说这个角色非常的难对付。那现在还可以，屏幕上只有一个。到后面的关卡，如果你处理不当的话，或者说第一次打，你不知道打敌人顺序的话，很可能同屏给你出现3个这个货加一个阿波波，啊，非常的难打。好，把它打完，这样来到第3关。这个场景可能很多小伙伴比较陌生，因为 FC 版的双截龙1代是没有这个场景，它直接就是森林了。那这个场景我第一次见到是在 GBA 版本的双截龙进化里面见到。啊，双截龙其实前几年虽然出了4代吧，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，3代和4代之间隔了20多年，25年左右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个系列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。那4代出了也3、4年了吧？啊，现在还是没有5代的消息，连点影都没有，对吧？而且出了续作的话，恐怕很多小伙伴也没有动力去玩了。看这一套脸，他没事啊，他没事。哎，阿波波起身真快啊，上来就给我一拳，正面跑动接近，对，然后呢对他进行无限连击追打，就是对付特定的敌人要有特定的套路。打了我1根半血，后肘。这顿打才挂，没事，看啊，3、4套啊，3、4套拳脚没事。我这同屏敌人4个、5个，啊，右下角能够看见有河，啊，下去1个，这5个我争取啊把他们都弄下去。啊，差最后1个了，还是把他们扔河里啊，比较有效率。哎，阿波波，得看他歪柔的攻击范围啊，我打不到他，他能打到我。好，在这里吃亏了，不行了，改套路了，不能这么搞了。好，他下去了，哎，又一个黑的。5个敌人，包括一个阿波波。阿波波处理他要非常小心了，因为我没有血了。这款游戏应该是双截龙系列吧，应该是我接触的最早的轻版动作游戏之一了。那我最早见到的不是自己玩的轻版动作游戏，是鱿鱼先生。鱿鱼先生的话，有的关卡是开车，有的关卡是光枪，但是呢，大部分关卡还是一个轻版动作的雏形。2个阿波波，好，这个右边有坑，有坑啊，咱们还是要坑他们一下。这个因为我没有血了，如果从正面接近阿波波先被打到的话，毕竟人家手长脚长啊。
还是长好一点，对吧？好，这里呢，我改变打法，因为第二关的打法呢，为了让他演示招式，所以我没少挨打。打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跑动攻击啊，吸引他防御，防御之后你再出脚踢他，他顶多再防御2脚就会破防，然后咱们就可以无限追打。但是这种情况呢，你需要1对1，如果连续出现2个这个敌人的话，这个套路就不好用了。那第二个出现的这个敌人肯定会打你。又出现一个，这些小兵都是炮灰啊，主要就阿波波啊，还有这个货比较难，它叫杰夫吧。紫裤的这个货我已经打了他3次了吧？我的天，还没挂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吧？我感觉他血量赶上一个 BOSS 了。这里有3个还成，比较好处理。其实这个游戏是能3个人一起玩的，大家注意下面，我只有1匹的血条，可以3个人一起玩。3个人一起玩的话，每个人的压力就小多了。现在自己打的话比较难。又来一个这个货，好，他防御了2次破防了。其实这个人的动作基本上跟咱们一样。又米波波，这个米怎么绿了？啊，要坚强啊，还输了一个墨西哥。啊，没事儿，再来一套。那第一下确认的时候，最好还是用脚来攻击，因为脚的出招速度前摇比较少，而且呢，它的攻击距离比较远，比较容易确认到敌人。这里就是最终关了，这个场景也是 FC 版的素材，能够看出来。最后一关的难点就在于最后那个场景上，会出现3个啊第2关的 BOSS， 还有2个阿波波，以及一堆杂兵。而且呢，场景上最多是保持有4个敌人，你需要控制敌人的数量，不要让第2关的那个小兵那个 BOSS 出现的很多。我刚刚把他打飞，为什么他又回来了呢？因为对面是有机关的，可以把他扎回来。在这里能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右边像打乒乓球一样，把他们往这个机关上清。机关的攻击力应该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戳这种小兵竟然反反复复一下一下戳了这么多次。好，这里咱们要一个跑跳过来，这样面对2个阿波波，这个就简单了，把他俩推下去，解决了一个。左边那小兵可能是过不来了，这个1根长枪就很难应付了，所以说2根一起上了。看他应该是没什么经验。咱们走吧，他应该是过不来了，走吧，挂了。好，这就是最终的这个场景。一个红眼阿波波，阿波波找机会接近他。那个小兵挂了。这样清完一个阿波波了，
现在是敌方是3个小杂兵的配置。注意控制敌方杂兵的数量，不要一次性清得太狠。好，开始出现敌方这个兵了，咱们现在就要开始集中精力对付他了，不要碰别人了，包括阿波波也不要跑，因为有他在的场景，则有阿波波你会非常难受的。阿波波你要从正面来接近，这个家伙呢你要跑动的去攻击，而且他会防御，他的节奏和阿波波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你跳跃的话，他会来一个对空，非常的智能。然后小兵也会过来捣乱。这个旋风腿我为什么不用呢？咱们也是会这招的，跟他是一样的。因为旋风腿是一个保命精，是掉血的，你敢信？所以说我就没用过旋风腿，血量还是比较珍贵的。偶尔会用铁膝盖来把敌人打出很远，但是铁膝盖的攻击力也不高。就是输出有点乏力吧，这里一定要小心啊！敌方一次机会，你起码1根血啊，20%就没了。如果是前后夹击的话，基本上没了半条命。好，清完一个，这样敌人会出第2个，第2个出完还有第3个。慢慢来，不要急，这里一定要不要急躁，因为打完了他们后面还有最终 BOSS。看啊，我被抓住了一次确认，大概掉了1个半的血，1/3就没了。而且这里我起码要对付3个这个敌人，2个阿波波，4、5个小兵，还有1个最终 BOSS。所以这个场景的难度真的是有。我3、4年前吧，给大家录制过一次这个游戏，当时就在这儿挂了1条命。我这次重新录制呢，采用的是 1080P 60帧。而且呢，这次我实在是想一命过去，不想在这再挂。好，那个小兵他挂了，没办法了，我现在是半血的状态了，这现在其实挺危险的。但是呢，只要他们2个挂了，我哪怕空血，我有信心能够通关啊。好，再打死1个敌人呢，最终 BOSS 肯定会出场。好，这个机会不错，但是我怕阿波波从后边打我啊，所以我跑了。我最终 BOSS 出场，好危险啊，危险！哎，他开枪了啊，给了我1枪，给了阿波波2枪。哎，他把杰夫枪毙了，感谢啊！人民卫士有没有？找机会，这个。啊，对，吸阿波波，阿波波挡子弹啊，这么抗打呀！阿波波已经吃了6、7发子弹了，没事儿，看看能不能咱们再有机会啊，再让他吃几发。快跑，快跑！最终 BOSS 其实一点也不难，难的是下边那个货。抓机会，抓机会！阿波波移动速度毕竟比较慢，最终 BOSS 的攻击范围也就是横向比较远，歪轴不行，歪轴还不如咱们呢。这样先把他打死，我刚才竟然挨了1枪，所以血也红了。但这些血还够阿波波打一下的。好，最终 BOSS 挂了，这样只剩1个阿波波。一记铁膝盖，这样就通关了。啊，最终 BOSS 瞑目了，这样咱们进这个门就可以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晋级的双截龙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